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扭转乾坤，一个通往马股大门的频道。阅股无数，通晓股市里的点点滴滴，就从这里开始。上一支影片，小朋友我为大家分享了国家银行即将要宣布的数码银行执照到底会花落谁家，并且又有哪一些马股的公司将会受惠呢？有兴趣的朋友们记得回去观看哦。那今天小朋友我将会来为大家分享一个上个星期在马股也算是非常有话题性的事件，那就是尘封已久的大道收购案，到底会对Gamuda和 Litra 有什么影响 ？Litra 股价暴涨，真的是有机可乘吗？那开始前，喜欢我们影片的朋友们，记得订阅、点赞，并把这支影片分享出去哦。那这个议案，相信大家都听说过，那就是当年2019年时任西蒙政府提出的收购雪隆区4条大道的特许经营权，以分阶段废除大道收费，来兑现2018年大选时的竞选宣言。而当时财政部也已经向金务大公司 Gamuda Berhad 报价62亿令吉，以收购4条大道的特许经营权，分别为白埔大道 LDP、西部疏散大道 Spring Highway、沙亚南大道 Gesas Highway 和精明隧道 Smart Tunnel。那当时西蒙的首相办公室也表示，一旦完成收购大道特许经营权，政府将会废除现有的收费站机制，改为征收塞车费 Congestion Charge。到时驾驶人士只需在每天6小时的交通高峰期缴付与现有收费站过路费相等的费用，而非高峰时段晚上11点至凌晨5点之间，驾驶人士可免费使用大道。至于其他正常的通勤时段，驾驶人士可享有比现有过路费便宜38%的折扣。但是随着西蒙政府垮台后，这项计划便遭到国盟政府以庞大负担为理由而无限搁置。那时隔至今，我国也已经换了2任首相，而在大选越来越接近，这项收购计划又突然重新浮上了台面。由首相纳杜斯里伊斯迈沙比里在无预警下宣布，政府已经拟议通过重组公司的形式收购雪隆区4条大道，并确保在特许经营期届满前不会提高过路费。那这一项收购案，政府是通过私营企业 Amanat Lebuh Raya Rakyat Berhad ALR 限购这4家大道特许经营公司。那 ALR 是一家私人非盈利公司，宗旨是在承担高速公路特许权的所有权。此外，首相也表示，这项重组计划也将会替政府节省至少43亿令吉，而 ALR 也将通过发行苏古伊斯兰证券的方式来筹集收购的资金。那了解了背景之后，我们就来了解到底这4条大道都被哪一些公司所拥有，这样我们就能算出到底哪一家公司将会获利。而且这里也要大家知道， Gamuda 拥有 Litra 的 43.17% 的股份，而接下来他们的关系有点复杂。那首先我们先来看 Spring Highway， 它是由 Kumpulan Perangsang Selangor Berhad 拥有 20%， Litra 拥有 50%， 和 Gamuda 直接拥有 30%， 然后再通过 Litra 间接拥有 21.6%， 这也就让 Gamuda 的持有权高达 51.6%。 那之后就是 LDP Highway， 那 LDP 是由 Litra 100% 持有，而 Gamuda 则通过 Litra 的 43.17% 的股份来持有 LDP， 所以在 LDP 中 Gamuda 也间接拥有 43.17%。 那接下来就是 Gesas Highway， 这里就由 Gamuda 直接拥有 70%， 而另外的 30% 则是由 PKNS Perbadanan Kemajuan Negeri Selangor 所拥有。然后最后就是 Smart， 就是由 Gamuda 和 MMC 各占股 50%。 那了解了这一些大道都由谁所拥有之后，我们就来说说对于这一些公司的影响。相信最受瞩目的应该就是 Gamuda 和 Litra。 那我们就先来看看 Gamuda，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是与4条大道都有联系的。那这4条大道分别的 Enterprise Value 是 Spring 1.8 个 billion， LDP Litra 2.1 个 billion， Smart 0.31 个 billion 和 Gesas 1.24 个 billion。 那根据 Gamuda 的占股分别为 Spring 51.6%， LDP Litra 43%， Smart 50% 和 Gesas 70%。 他们将会获得共计 2.33 个 billion 的现金。那这里大家就会发现，为什么从 Smart 大道是没有获得现金的，这是因为在 ALR 的收购报价里面，他们表示他们将会转换成1令吉的股权，所以并没有干涉到现金的交易。那这 2.33 个 billion 的现金又会如何让 Gamuda 受惠呢？那首先就是 Gamuda 将会有足够的现金去应付未来的项目，因为未来的几个重大项目就由5月22号开始竞标的 MRT3 地下铁路和轨道工程，预计合约价值是110亿令吉，和冰岛南岛 PSI 的填海项目，预计合约价值50亿令吉。而这2个项目都需要大约10至30% 的总项目成本为初始资金。以最大的30% 来计算的话， MRT3 项目就需要 3.3 个 billion， 而冰
岛南岛 PSI 项目则需要大约 1.5个 billion。而虽然说这些项目他们也将通过私人融资的方式来筹募资金，但是如今的大道收购议案所获得的现金也算是一场及时雨。此外，他们也将会有可能在未来竞标，例如雪兰莪的 Smart 2防洪隧道和其他绿色基础设施的项目。所以投行预测这 2.3个 billion 的现金，加上他们手上的现金，再抵消掉他们的债务，他们将会成为一家近600个 million 的现金公司。所以这一方面对Gamuda来说绝对是个好事，毕竟拥有了更多的现金来应付未来。那这一项大道收购又会对股东们带来什么好处呢？答案就是他们有可能将会派发一次性的特别股息。那以之前2019年Gamuda脱售 Syarikat Pengelolaan Air Sungai Selangor Holdings Berhad Splash 的例子来看，我们乐观的觉得他们将会除了恢复每股12仙的年度派息，Gamuda也将会派发特别股息回归股东。那假设10至38仙的现金收益用作为派发特别股息，那每股股息可能就高达18至27仙，而以目前的股价来计算 ，dividend yield 将会是5至7%左右，看起来也算是诱人。那这一些都是利好，当然也会有利空的存在，那就是Gamuda每年将会失去大约160个 million 的盈利，也就是大约全年盈利的28%，因为他们卖出了这一些大道之后，他们就不能再征收过路费了，所以这也将会影响他们的每股盈利从现今的每股23仙下降到17仙，也就是说他们的本益比 PE 也将会从15.6倍上涨至21倍。但是如果我们以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发现其实从大道收购案来看，他们是可以收到更多的现金的。那以他们每年从个别的大道中获得的收入来乘以他们的剩余的年份，我们可以算出他们大约还能从这4条大道中获得大约 1.01个 billion 的盈利。但是这一份假设是他们未来大道盈利是保持不变，而且不涨价。那反观如今在这一项收购议案中，他们就可以获得 2.3个 billion 的现金，所以说是得到了2倍以上的现金，看起来也未必是一件坏事。而且如果事成现金到手，他们就可以去扩张更多的未来生意。所以这一项收购案对于Gamuda的股东可以说是好事，毕竟事成会有特别股息，有钱分。但是对于没有成为股东的股民们，就要看看他们未来得到了这一笔款项之后会有怎么样的发展。如果发展得当，他们将会更上一层楼。那说完了Gamuda，我们就来说说Litra。那Litra方面则是跟Gamuda有点不一样的，因为Litra主要的盈利基本上都是来自大道的收费，也就是说一旦这Litra手上的2条大道，也就是 LDP 和 Spring Highway 被收购之后，他们将会失去他们的主要业务，而导致进入 PN17。那这里也科普一下什么是 PN17。PN17 就是当一家上市公司有现金和短期投资至少占了他们综合资产的78%，或者是上市公司已经暂停或者停止了全部或大部分的业务时，大马交易所将确定这一家公司是否被视为现金公司。那在大多数情况下，上市公司在处置大部分集团资产或核心业务时，将会被判断是否会触发 PN17 的机制。那回到Litra的情况，那一旦收购完成之后，Litra将成为没有核心业务的空壳控股公司，所以很大可能会被马股交易所归类为 PN17 公司。那它要么必须寻找新的业务以维持它的上市地位，而在收到通知之后，他们将有12个月进行重组以及成交收购新核心业务的计划。那如果业务重组不成功，最后公司就必须依照比例将户头的现金平均分配给所有股东。如果以Litra最新季度为基准的话，那Litra一共有 4.72 亿的现金以及短期投资，根据其中98%户口现金可以被挪用的标准，再公平的派发给所有股东，每股将获得大约70至80仙。那注意，这里是还没计算入这一次收购案所获得的现金，因为Litra的内部可能打算是在交易完成后，将Litra收到的所有现金收益返还给Litra的股东。这意味着，如果根据Gamuda在3个月内完成这项交易目标的话，那Litra可能就会在2022年第3季度以 special dividend 的方式把收益派发给股东。那以他们将会获得的 2.7个 billion 来计算，Litra的每股收益是高达507.6仙。相信这也是为什么Litra的股价在大道收购消息发布后大涨的原因。但是虽然说特别的股息的确非常吸引，但是投资者都必须面临一个风险，那就是如今的收购议案依然还未落实，仍有流产的风险。像是2019年西蒙政府就是一个很好的前车之鉴，所以这一次会不会是大选来临前的糖果政策呢？我们不得而知，一切将在4月30号揭晓答案。
答案。那么在为大家总结之前，在这里也要送大家一个福利，那就是如果你是新手，想要开设投资户口并享有 0.05% 最低水钱和良好服务的话，可以在这支影片留言区的 Pin Comment 了解更多哦，并且声明此推荐纯粹是想要新手们受惠于节约投资成本，少走冤枉路，并没有任何商业或利益关系哦。那回到正题，如果这一项收购案落实的话，小编我是认为以长远来看，无论是对大到现有的公司、政府，或者是大到使用者，都是多赢的交易。毕竟对大到特许经营权股东来说，相关股权也算是在合理的内部回酬率脱售，而且无需面对政府政策变化对经营权带来的风险。毕竟之前已经明确规定了，特许经营权不会再延长了，所以这几家公司可以一次过把未来的盈利提前收入囊中。对于港务大来说，甚至能拥有一笔资金来竞标未来的大型基建项目。至于政府方面，也能节省2022年1月1日至特许经营期届满期间的赔偿金以及过路费津贴，预计可节省至少 4.3 个 billion， 而民众则享有在特定时间无需支付过路费的福利。所以荧幕前的你们觉得这一项收购案最后将会成功吗？觉得会的朋友们请在留言区打上1，觉得不会，这只是政府又一次的纸上谈兵的打上2，并留下您的高见哦。影片的最后也要提醒大家，有些故事用于赞颂，有些用于警戒，自我判断能力很重要，请大家三思而后行。喜欢的朋友们记得把这一支影片分享给你身边的人一起学习哦。下期更精彩，请敬请期待，谢谢大家的收看。